老哥，只要这房产上写上闺女的名字，这订婚的事儿就算成了。订婚？吴小慧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到90年订婚这天。上一世，二婶把吴小慧介绍给我家做媳妇儿，实则是惦记我们的房产，婚后告我强奸，害我坐牢。重活一世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只要小慧啊愿意嫁给我儿子，这房本上的名我签。等一下，爸，这字儿不能签啊！这媳妇儿，咱不要。杨金，婶子好心给你说媳妇儿，你捣什么乱呢？说媳妇儿，我看你是惦记我们家房子吧？赶紧给我滚蛋！别再让我看到你们两个，滚！哦，他们竟然是为了骗婚，太过分了！哎，儿啊，都是爹拖累了你啊！要不是我生了这痨病，不能干活挣钱，也不至于你做难找不到媳妇儿啊！前世父母若不是操心我的亲事，也不会连祖宅也被人骗了去。这一世我一定要赚大钱，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爸，您儿子已经长大了，我出去赚钱给你治病，媳妇儿咱自己找。孩子他爹，咱儿子有出息了。话是那么说，我虽说是个重生者，我一没记住上一世的彩票号码，二也不懂炒股，就连创业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我该怎么挣钱呢？这不是我重生前买下的天珠玉坠吗？他怎么跟我一块儿重生了？天珠认主成功，恭喜主人获得剑玉神眼传承，可以探测玉石并鉴别价值。剑玉神眼，花岗岩价值为0。可以探测玉石，还可以鉴定玉石价值，这也太好了！我们这是中华玉都，有数不尽的玉石，而且在这90年代可没有先进的探玉设备。这剑玉神眼，这哪是捡玉啊，简直就是捡黄金嘛！老子的报复人生就要来了！爸妈，我想好了，我们南都啊都是玉山，我想上山采石。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咱家混小子总算是抬轿，愿意干点事儿了。爸，我想借点钱，想买一些铲子、镐子，带着工具，好上山。你要多少？100吧。今年啊，大旱欠收，钱不好挣，你省着点花。我知道，爸，等我挖到玉了，我就带你们去城里享福。嘿，这天快黑了，明天再去吧。没事儿，天黑了，凉快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这不是杨家那小子吗？听村里人说你要去挖玉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对，可以，比我家里强，好好干啊！这天快黑了，你注意安全啊！哎呀，放心吧，婶儿，家伙事儿齐全的啊。可以。慢走啊，婶儿。这咋都知道我要去挖玉啊？这要是没挖着玉，那还有脸吗？不行，我得先试试。石灰岩价值0元。这还真可以啊！有了这剑玉神眼，那上山挖玉不跟白捡的一样吗？嘿嘿嘿。哎，小金啊，你怎么也到这山上来了？大舅，我这想着，我一个大小伙子不能天天在家里待着花钱，我就想着上山挖点玉，给家里挣点钱。看我家外甥有出息了，能担事儿了。啊，对了，小金，有专家过来说这附近有玉，你就在这附近挖，趁着
这片地还没人管，赶紧干。如果遇到不认识的石头，就找我，我来给你瞧瞧啊。哎，好。白玉价值35。在那里。不过一铲子就挖到玉，太扎眼了。我先装装样子。哎，杨进啊，挖玉得深挖，对准一个地方挖。你这样东一榔头西一锤，累着自个儿不说，这样也挖不到东西。毕竟他是第一次来，就让他瞎玩玩吧。哎，你们不懂，我呀，这是在看风水呢，可不是乱挖啊。之前我也没想到这山上这么多人啊，我要是一找一个准儿，不就被有些人惦记上了？哎，还是得装一下。到地方了。你们看，杨家的娃子在那画圈呢。年轻人嘛，头一次下坑，没耐心也正常。照他这样挖法，能挖出东西才怪。杨进呐，这挖玉不是像你这么挖的。来，你过来跟舅舅一块挖，我带着你。大舅，我之前看过一本风水书，按照风水上面的说法，这地方肯定能出货。哎，我这外甥呀，这傻了，那也是我亲外甥。行，那就陪着你一起挖啊。我咋听这话不太对啊？这么卖力干什么？等挖过这石头层，下面可就是粘土了。杨家那娃不懂也就算了，他大舅怎么也跟着瞎胡闹？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？他们家今天啊，看来是白干了。哎呀，哎，这不就是个普通石坑吗？怎么可能会出玉呀？哎，等等，大舅，先别挖了。哎，咋了这是？大舅呀，这个白色石头是不是玉石啊？哎呀，这就是块鹅卵石，就是颜色是个白的，这附近山上多的是。哎，你外甥适合演小品，拿个鹅卵石当玉石呢。挖玉就是这样，石头里面挑金子本来就难啊，没事。这原来是鹅卵石啊！哎，大舅，那这块白色的石头也是鹅卵石喽？这是大白料啊，白玉呀！哎呦，你可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！赶紧装起来吧！啊，这真挖到好东西了呀！真的假的？你们真挖到料子了？哈哈，白玉，寻常料子也就值个几十块。这刚来就开张呢，这几十块可在县城中抵工人的半个月的工资。这难道看风水真的管用？哪是什么风水？我看就是这小子踩了狗屎运。哎，大家伙赶紧挖吧，运气不是谁都能碰得到的。这年代的35，可抵得上后世的500、600了，而且这只是开始。哎，咱们挖咱们的。那个地方有玉。哎呦，那个坑是我前天挖的，是个死坑，里面全是石子。你想挖就挖吧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这一块灵气环绕不简单呢？哎呀，天灵灵地灵灵，来点玉石行不行？羊脂玉、金包玉全部到我铲子里来。黄玉价值100。这么快就赚100多，简直就是捡钱啊！哎，小壮，给我来几包麻辣鸡筋，再来3包方便面，家常家淡，要乡巴佬的，再来1瓶二锅头
啊！小金，真有这么多？这一顿少说也得10-20块呢。哎，让你做你就做呗。再说了啊，咱这不是挖到东西了吗？好嘞，哎，先坐那。哎，大舅大舅妈，你们也过来拿。哎，好，慢点啊，咱们也去歇会儿去。这都忙活一晚上了，大家都挖到啥了？拿出来开开眼呗。哎，也没挖到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就一块小花白，价值10几块。哎，这趟也不算白来而已。我在那儿呀，也就挖了个大白料，就是啊，这品相太差，就值个40块。哎，这品相可以，块头还大。哎，对了，杨家那外甥不是挖着一个大白吗？品相特别好。哎，让我们看看呗。哎，我那不行，个小，裂的还多，没我大舅妈挖的好。哎呀，小金呐，你这第一次进山挖玉就能挖到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和你舅妈都是老采玉人了，就这也得2-3天才能见块白。你大舅说的是，我看你往包里塞了很多石头，拿出来我们帮你看看呗。哎，行。哎，嚯！哎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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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我的大侄子，这都是你挖的呀？怎么这么多呀？兴许是孩子不懂，看着新鲜就装包里了。有道理啊，刚才就把鹅卵石当宝贝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！哥几个快来看看啊！这个个都是能卖钱的真玉，没一个是看走眼的。哎呀，这加起来可得有1000多块呀！这回我妹子可是享福了，1000多块呀，都够收拾半个新房了。哎呦，厉害呀！哎，来，大舅，我呢也吃饱了，我再上去看看。好，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慢点啊！你们慢慢吃啊。大舅，那孩儿早往山顶去了，山上晒得又硬又不好挖，肯定出不了什么货。我大外甥啊，今天大丰收，就让他上山顶上溜达溜达。哈哈哈。哎，这里还差不多，刚才那里人那么多，挖玉都不敢发大财。啊，这么多玉，这回可发财了。白玉价值200。可以啊，这光吃比刚才暗了几分，看来还有货。吃完咱也差不多回去了。老外甥啊，哎，天太晚了，该回去了呀。等露水出来，我们下山就危险了。来，大舅啊，慢点啊，大舅妈，大家都小心点。哎呀，这忙了一天了，连根毛都没有。现在真是越来越难搞了。这一天下来呀，我们几个老干部可都比不过我外甥。是啊，小健，你今天在山顶有没有挖着玉？这挖了点小玉石。不是吧？你刚才也出货了，拿出来让大家瞧瞧。今天撞见了，肯定是一起交货，想瞒也瞒不住啊。刚才挖的就都在这个包里。哎呦，哦，嚯，这么沉，都快掉地上了。等一下。哎呦，我刚才吃了辣条配白酒，肠子直打抽，不行，我得找个地方方便一下。等一下，去吧。那行吧，我们在这等你，速去速回啊。哎，我去，这么刺眼的光，比今天一天见的都亮啊！哎，小金呐，这天都马上黑透了，你赶紧拉完再回村了。哎，你们再等我一会儿，我觉得这一块风水很灵，说不定能出大货。你们再等我几分钟啊！这条道咱们来来回回走了上100次，要出大货早都发现了。就是，这下山的老路根本就不是出货的地儿。老板，赶紧走了。哇，羊脂玉价值1500。
大舅，咱不识货，你帮我给看看呗。哎呀，又是白色，不会是鹅卵石吧？哎呦，我的个乖乖，这是羊脂玉啊！什么羊脂玉？他大舅，你不会看走眼了吧？哇，羊脂玉啊，这多少年都没见这稀罕物了。这羊脂玉能卖多少钱呀？哟，看这成色，最起码1000以上。哇！大家伙都赶紧回村去，看看我这大外甥，这些玉到底能卖多少钱？哎，是，走。哎呀，听着不错。哎，哥几个回来了，来，进来坐会儿。哎，人叔，我们来交货了。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我马上就要走了。哎，今天这不是有大货吗？绝对让你不虚此行。哦，那你赶快拿出来，让我长长眼啊。哎。料不错，就是小了点，做不了大物件。我给你300，怎么样？那肯定中啊！俺们就信任你任老哥，你说多少算多少。哟，你正赶到点上了，县里正收大白料呢。630，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啊！不过也不错。哎呀，我可以回去交差了。哎，人叔，别急着走啊，给我家外甥也瞧瞧。哎，对。哎呀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这挖了多久？这么重啊？1个月，1个月挖这么多，放眼整个村儿，都是头一份啊！难道我说错了什么？您怎么也猜不着，这些啊，都是我外甥今天一晚上挖的。什么？你可别忽悠我！一人一晚上能挖这么多，很多人忙活几天也一块都捞不着呢。忽悠你干什么？在座的各位啊，都是见证。哎呦，那你们村儿成金山了。我第一次挖玉，什么都不懂，全靠点运气。哎，人叔，来给看看什么价？好。200、300、500。总共1210。哇塞！我的天呀，1000多呢！哎，这一天的货抵上县里小工1年的工资了。哎，外甥，那羊脂玉呢？给你人叔瞧瞧。哦，好，你们是踩到玉窝子了吗？还有羊脂玉啊？那个羊脂玉比较金贵，就没放在包里。小伙子，这个玉啊是上等货，不过就是小了点。我给你1500，啊不，我给你1600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县城里去打听价，然后你再来找我。之前几块玉都比系统估价低个1成，唯独这块羊脂玉给的价格居然比系统估价还要高，还是人叔会做买卖啊！人叔，我这大外甥啊是老杨家内行，按照辈分还得喊你一声叔呢。那他叔说什么，他肯定认啊！啊，哎，对，我大舅说的对，叔，您开的价格我绝对放心，以后啊还得靠您多多关照。大侄子，这是2800。哎，他说这可使不得呀，亲归亲，事儿归事儿。哎，我头一次见大侄子，给点零花钱怎么了啊？大侄子，以后你要是挖到什么好货，你第一个来找我看啊！哎，卖不卖都是其次，咱别被别人忽悠了啊！好的，叔。啊，杨家孩子真有福气呀，这几个月吃喝都不愁了。比我那块破地好上太多了。辛苦1年都赶不上一个零头。来，你的。哎，这是你们的。哎，真好，真好。行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慢走啊！走。哎，这可以呀！
我妈在不在？在呢，在后面看人家打麻将呢。啊，哎，你这牛奶都是散装的，有没有整箱的？有，要不你来一箱？来2箱。哎，这个铁观音再给我来1盒。要不说你靖哥眼尖呢，这铁观音啊，还是我上次去省城里带回来3盒，本来是打算自己喝的，现在还有1盒没拆封的。你是打算卖给你爸的吧？那你卖不卖？就冲着你这孝心啊，必须得忍痛割，原价卖给你怎么样？哎呀，原价就不用了，你去趟省城也不容易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00块钱，多的呢你就给我记本上，等我爸妈下次来买东西，直接从我账上扣啊。好，那铁观音在我家柜子里面，等会儿我回去给你拿啊。你先进去看会儿牌，等都带过来，我叫六子蹬3轮一起送你家去，省得你颠着回去还怪沉。那就麻烦你了。这有啥麻烦的？哎，六子，来，给你爹看会儿店。快！好嘞，你稍微等会儿啊。好。六子真乖啊，会给你爸看店了啊。姐，听说你家娃上山挖玉了？孩子想干点活补贴家用，就让他去了。就那白眼了，不挖到坟都不错了，还挖玉。小静，小静呀，听你妈说你上山挖玉了，行情怎么样？挖到什么东西了吗？有没有采到什么稀世珍宝啊？拿出来给我们瞧瞧啊！瞧瞧，我中午是不是说过他不中了？咱打赌还算不算了？1人1包醋啊，可不许耍赖。哎呦，不就1包醋吗？打完了给你买就是了。那可不行，等六子来了，让他去给我拿，可别到时候又忘了。山上可险了，没伤着吧？没事妈，不仅啊没有受伤，还给你们准备了惊喜。惊喜啊！哎，六子，去给大姨拿3包醋。咦，你得等我忙完再给你拿。你这小子有啥可忙的？我爸让我把2箱牛奶和1盒铁观音送到人家家里去。什么？2箱奶？是买的不是？瞅您这话说的，那当然是买的啦。哦哟，那得多少钱呀？什么家庭这么气派，能买2箱奶？2箱牛奶还不算什么，最贵的是我爸买的铁观音，在县城里买的50好几呢。在县城里买的50好几呢。哇！是啊，这茶可是稀罕物啊，能买得起茶也真是有本事。孩子他爹最喜欢茶了，就是，杨进，你笑什么呢？你瞧瞧别人家的多有出息，你再看看你，成天正事一件不干，吃啥不剩，给你说门亲吧，还自己把他搅黄了。全村啊，最废物的就是你。我笑是因为这些东西全是我买的，我开心还不行吗？杨进啊，杨进，你可真会逗大伙笑。你要是能买得起，那母猪都会上房喽。你可真别瞎话的，真丢人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二婶儿，您可不能看人低呀。如果这些东西都是我买的，那你会怎么样？要真是你买的呀，我赚的3包醋啊，我全部送给你。靖哥，我爸把铁观音拿回来了，2箱牛奶也装车上了，要我问你要不要一块乘车回去。六子，你没瞎白话吧？真是杨进买的？当然了，要不然我过来干啥？小金，这真是你买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妈，你和我爸就应该好好补补身子，要不然啊，以后啊怎么跟我享福？不对呀，杨进哪有这么多钱？肯定是赊账买的。那刘壮还年轻，真是个糊涂蛋，赊那么多账，那杨进他能还得上吗？不是，靖哥已经付过账了，还余了不少呢。六子，一会儿去外面拿3包醋，记我二婶的账上啊！别记我账上，记他们账上，是他们输给我的。不对呀，杨进怎么这么有钱呀？该不会真是挖到什么东西了吧？那是啊，我刚才在屋里写作业没仔细听，但是任叔他们叫的可大声了，说什么城里好几个月的工资，说靖哥的玉好，还说让靖哥以后常来。哎呦，那可不能记我账上啊！杨家娃踩到玉了，就是得记你账上。他妈的，这杨进走的什么狗屎运！
靖哥，哎，时间不早了，趁车回去吧。走吧。那我回去了，你们好好玩。恭喜恭喜恭喜啊！哟，正玩呢。哎呀，大舅妈来了，快，来坐。今天你上山没有呀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杨金那小子真挖着玉了，你们也知道了？挖到什么东西了？六子说好几个月工资，也没说出什么名堂。我这外甥啊，有出息了，露大脸了。赶紧说啊！整整2800。乖，2800，啥玩意儿能卖2800？真是2800？那我糊弄你们干啥呀？哎呦，乖嘞！大哥，在不在家？哎，二叔，我听说小晋对他那媳妇儿不满意，还是咋？哎，小晋，你给我出来一下，二叔跟你好好唠唠。不用喊了，小晋上山挖玉还没回来。什么？上山采玉了？哎，这是咋回事？这混小子今天怎么这么急？对了，他走之前有没有给你要钱？要了100。哎呀，我说老哥你糊涂呀！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我就知道这小子肯定不会去干活，准是拿着钱啊出去快活去。你说这你都能信？我相信我儿子，他不会的。啊，好，咱就先不说那些，就算他是真的上山挖玉了，每天起早贪黑的，出那点苦力气，到头来能不能挖到玉，那还是两码事。要我说呀，还不如跟我干，去我那建筑队，虽然不如我儿子，但每月也能落下不少钱。要我说呀，还怨不得旁人，都是你和嫂子给惯的。你看看我家娃，那从小到大都不惯他，该打，该骂。你看现在混成了公务员，都吃上国家饭了，一个月都有500多工资呢。以后这房子也不用愁了。就你家真愁人啊！你知道啥时候才能有出息？爸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喽。哎，爸，我二叔又来我们家捡单了。这孩子咋胡说呢？这可是你二叔，在厂里啊当建筑队长呢，是咱们家里啊混得最好的，以后啊还要给你找媳妇儿、找工作呢。小静回来了，玩美了吧？玩？哎呀，你跟你二叔面前还装傻？你是不是跟你爸要了100块钱？你能有什么正事儿？不是买烟就是买酒，我还不知道你。哼，他二叔，小金今天一天都在山上挖玉呢，回来的路上都跟我说了。哎呀，嫂子，别替这小子说话，都是你们给惯的。你看你父母一年到头才挣几个钱，你一要就是100。二叔，这是我跟我爸借的钱，又不是不还了。还？你要是能还，你还100，我给你200。爸，这是借你的钱，还给你。这，你哪来的钱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爸？我上山啊去挖玉出货了。哦对，既然这钱啊算是借的，那就得有利息。爸，这100你也拿着。哎，二叔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还100，你就给我200，那我还200，你是不是？都是说着瞎胡闹呢，闹着玩呢，不等真啊！对，我跟侄子开玩笑呢。哦，哎，听说二叔你在城里的建筑队当队长，不会打个赌连200块钱都拿不出来吧？我想不会。二叔啊，是在城里赚大钱的，诚信为本啊。我赚大钱的，那不差你这钱。就算你不是出去花天酒地，但是你看你父母这年龄多大了，你都不能向你堂弟学学。也就是我儿子，不仅在城里头有一个好工作，他昨天还给我寄回来一大袋的雪梨。你说孝顺不孝顺？孝顺。你这以后啊，可享福了。雪梨就在车里头放着，我这就去拿过来给你们尝尝啊。靖哥，这奶和铁观音放哪儿？这放那边桌子上吧。靖哥，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辛苦了，六子。哎，回去拿1瓶酒记我账上。哎，那就多谢靖哥了。去吧。爸，我给你买了2箱奶，还有1盒铁观音，孝顺你老人家的。我二叔啊，说的对。哎，我二叔刚好也在，拿1包喝。对了，二叔，我堂弟去城里工作有一段时间了，怎么
才给你送了包梨呀。还有别的，就是今天没送，那之前那都送着呢。啊，谁说不是呢？哎呀，像我这种没能力的，孝敬父母就能买个几箱奶，我堂弟啊，肯定是十几箱的往家里搬，你说对不对？是。那要这样的话，那这奶还真不能给你，我二叔啊，肯定是喝腻了。哎，对吧？咱家还有没有什么剩菜剩饭什么的？二叔这个大鱼大肉吃多了，也得吃点家常菜。儿啊，你刚挣钱，买这东西干啥？那不浪费吗？留着过年串亲戚吧。哎呀，爸，我不是说了吗？等儿子赚钱了，带你们过好日子。这才2箱牛奶，你们老两口敞开了喝，喝完了我再买。你们老两口啊，把身体养得棒棒的，到时候跟着我去城里享福。小金，我和你爸也老了，这个牛奶太贵了，你天天在山上挖玉，做的是体力活，还是你喝吧。妈，我还年轻，有的是力气，但是我不会带孩子呀。你们老两口要是不把身体养好了，那我以后娶媳妇儿生孩子谁来带？只要你能生，我们就能带。你妈可是这方面的专家。你小时候你又哭又闹，别人带都不行，你妈一带就行。那你就白吃白喝呀，孩子挣钱，我带娃，那你干啥呀？我给你当副手啊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你今天出了多少货？啊，不多，2000多块钱吧。你说多少？2000多。杨姐，你上山当土匪了？挖玉你挖了2000多块钱，挖到黄金了。孩儿啊，你给我说句实话，你没有干违法的事情吧？哎呀，我可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！我今天还碰到我大舅了，我大舅能给我作证。那也不能这么多呀。哦，对了，我挖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，叫羊脂玉。什么羊脂玉？我对这个玉石也不是很懂，这东西很贵吗？那当然贵了，那都是城里的富太太才用的玩意儿。哦，哎哥，我先回去了，不留下吃饭了。不了，不吃了。我家里头那炖着鱼汤，还炒着大虾呢，在这儿吃了，回去就没东西吃了啊！好，走了，慢走啊，叔。好，怎么又是炒白菜啊？昨天就是，前天还是，大前天还是，啥时候能换一个呀？哼，你问我为谁呀？都1个月了，你还没往家里拿钱？你今天不是发工资吗？把钱给我。那个领工资回来的时候，我去了趟大哥家，不小心把钱给输了。输了！我的老天爷呀！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呢？嫁了你这个废物男人，1个月不往家里拿钱，好不容易发工资了，你还都给输了，你咋输的？就是还100，我给你拿200。爸，这是借你的钱，还给你。我挣大钱的，那不差这点钱。你呀！哎呀，你不招大款会死啊！那个小白眼狼也不知道走了啥狗屎运，挖了2000多的玉，咱家都揭不开锅了，你还给人家送200，你气死我了！你给我站住！老金，哎，听说你昨天挖黄金赚了200多万，真的假？你咋不说我挖到秦始皇陵了呢？大家都这么说，这不过来跟你打听打听，万一是真的呢？我要是真有200万，你还能在这儿看到我？你早就进城寻我去了。哎，老金，以后采玉带我一个呗，我力气大，你指哪儿我挖哪儿。我又不是神，昨天那是运气好，今天可就说不定了。挖玉这种事儿啊，一不小心啊，那可就是1天白干了。哎，老金，俺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俺就是粗人一个，没有文化，还没有你聪明，我就想给你打个下手，赚了你给我扔俩枣就行，亏了我也不怨你。那你都这么说了，那今天就带你上山试试吧。好。哎，对了，老金，你二婶跟你说的那媳妇儿吴小慧，你还记得吧？怎么了？她今天跑到我家去，说要嫁给我。我跟你铁哥们儿嘛，她说你好吃懒做，你家的钱都被你败光了，也给不起彩礼。哥们儿，你要是相信哥们儿的话，这个女人啊，你别碰，会祸害你一辈子。放心吧，老金，这女的这么说你，直接就让我给打出去了。我早就听说这女的不老实，本来还想寻个机会跟你说呢。隔壁村啊有个伙计，以前跟我一起进城务工。他跟我说，这吴小慧就是一个骗婚的惯子，很多男的都栽在她手里了。但我想，这毕竟是你二婶说的媒，我也不好开口。我二婶啊，干说媒这一行都这么多年了，吴小慧的名声啊，她不会不知道。她把吴小慧介绍给我，分明就是想害我们家啊！你这二婶也真不是个东西，要不我去把她家玻璃砸了。哎，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就行了。对了，
昨天我二叔啊还输给我200块钱呢。走吧，你不要上山采玉吗？我带你去看看去。真的？走。哥，咱今天去哪座山？就去。小胖，哎，咱们今天啊不上山，下河。啥？下河？啊，鱼同玉，下河多摸鱼，上山多摸玉。行，那靖哥说下河，咱就下。走，走。哎，慢点啊！哎，大外甥，今儿不上山了，下河耍呢？哎呀，这鱼同玉都是鱼，抓哪个不是抓呢？傻小子，鱼跟玉能一样吗？指甲盖这么小的一块好玉，就能换好几条大鱼呢。算了算了，我外甥啊，昨天挣得多，今天天气热，玩水也行。这河里石头滑啊，小心滑着啊！哎。我和你几个叔先上山了啊！好，那就祝几位叔叔旗开得胜啊！好。哎，小胖啊，你是不是也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？这鱼不如玉值钱啊！其实我也这么想，但既然跟了靖哥，那就听靖哥的。好。哎，快，抓住那条鱼！快！哦。靖哥，你眼真尖，这鱼可真大。这鱼肚子里怎么是硬的？来，白黄玉价值450。靖哥，你真神了，咱逮条鱼都能捡着玉。小胖，这鱼啊，可有你的一份。不敢，靖哥。没有你，别说这玉了，我连这鱼都抓不着呀！跟我混还能亏了你啊？你跑一趟去我家，把我的采玉的工具拿过来。靖哥意思是这里面还有玉？这鱼肚子里面都有玉，说明这河里面肯定也有，而且啊还不少呢。行，那我这就去拿啊。靖哥，东西拿来了啊。这，好。我去，白黄玉价值480。靖哥，你太神了，我真的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我勒个乖乖，这水里真有货呀！这条河咱们小时候经常在里面玩，这不灯下黑吗？哥，你说这2条鱼得多少钱？没多少钱，几百块吧。几百块钱啊！我去，我爹干一天也就几百块钱。靖哥，你快去歇着，这体力活以后就交给我干。正好我也试试它。行，你去歇着吧，哥。好。这里，那里，还有那儿，我觉得出货的概率比较大，你挖着试试看啊。好，我有点累了，先眯一会儿啊。得嘞，你休息吧。靖哥，出。哎，你醒了，哥！真出货了，有4块呢。我指的地方一共就4块玉，1块不差。这小胖能担事儿，能冲。今天这玉你拿2块回去。这不好吧，靖哥？怎么，你嫌少啊？不是，靖哥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我就要那鱼就行。那可不行，那鱼我还要呢。就这么决定了，你拿2块玉回去，顺便帮我把这些工具送回家去。以后这力气活就交给你干了。行，哥，走。哎，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儿啊，怎么今儿中午就回来了？杨叔，今天靖哥跟我去河里挖玉，顺道呢逮了条鱼。妈，你快把鱼炖上。哦，孩他娘，今天炖鱼汤。哎，儿子，玉不都在山上吗？怎么想着去河里挖玉？对呀，没听说有谁在河里挖到玉。杨叔，你是不知道，今天靖哥神了，这都是他带我挖出来的。啊！姐夫，吃饭呢。大舅，你今儿没上山，赶巧了，今儿留下来吃饭。哎呀，吃什么饭？姐夫爱上，咱得赶紧往河里去啊！山上那帮采玉的兄弟，听说咱村里的河里出了好几块玉，正带着人往那儿赶呢。咱村的乡亲们也是老老少少都拿着锅碗瓢盆往那儿去呢。哦，你说我这外甥发财你得闷声啊！舅，你也不用去了，那河里啊已经有玉了。你咋知道的？
你咋知道的？我看风水看的。哎呀，风水去！唉，大舅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懂什么东西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收拾收拾，一起去。这可是发财的好机会呀！等我一下，我也去。小健，你也一起去，多个人多份力量。算了，孩子不是刚回来吗？啊，也是。还走，走。啊，我信金哥，金哥说没有，那就没有。金哥不劝劝叔吗？不用劝，一会儿啊，咱俩喝鱼汤。他们不去试试，是不会死的。也是。鱼拿着，走。哎，走。金哥，咱们开岗。哎，往这里吧。好。啊，哎，干啥呀？你们这是？怎么一直跟着我们呀？谁说跟着你们了？我们就想在这儿挖，怎么不行啊？算了，小胖，这里啊，让给他们吧。哎，小胖，去挖那里。你们干啥呢？这是都黏着我们干啥？这又不是你们家，我们想在哪儿挖就在哪儿挖。说的对，我们又不偷又不抢的，我们上哪挖你还管我们呀？哎，小胖，快，挖这边，这可是大吉之象。快去！你们干啥呢？这不土匪吗？谁先踩到算谁的，我管你这那。就是，没事，小胖。哎，这里也不错，挖这里。行。妈的，土匪！你们连土匪都不如，明抢啊！挖这里。不是，哥，你帮我拿着东西，非揍他们不可。小子，打人是要蹲局子的，有本事你就打，踩鱼人的规矩都不懂。要是你先占地，你先踩到，我保证一声都不吭。是啊，没本事叫什么叫，非揍他们不可。哎，算了，让他们帮咱们挖吧。金哥，他们哪会帮咱们挖呀？他们挖到了就揣自己兜里了。我的便宜可没那么好赚，那几块地方确实有，不过都埋得很深，这体力活就麻烦你了。哎，这都挖半天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咱们不会被杨家那小子耍了吧？叔啊，挖到东西没有？挖到东西没有？挖到个毛啊！这坑老子不挖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东西。有货你自己挖呀！老子不挖了。哎呀，哎，谁说没东西啊？这不是有吗？啊！我就说这块地风水不错，有蜻蜓点水之意。哎，你们傻了吧？不是喜欢抢吗？你们才是土匪，坑我们挖了半天了，这鱼应该是我们的。哎，话可不能这样说呀！采鱼人得有采鱼人的规矩，谁挖到算谁的。对啊，你这里面指定有鱼，大家伙再加把劲儿！哎，这又挖了大半天了，这能有吗？我可不想给别人打白工。大家继续啊！你别过来！叔，我是看你太累了，想过来帮帮你。我明白了，你小子是看我们快挖到了，着急了是吧？叔，你怎么能把我想成这样子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只是看叔年纪大，想过来帮衬帮衬。你怎么能把我想成这个样子？你看我信吗？我吃过年，比你的脚都咸，这点小伎俩还想瞒我？大家继续挖。我的老天啊，怎么还没有挖到？你个死老李，你不是说这里有玉吗？玉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我哪知道？我不跟你一起挖的吗？你累，我也累呀。叔，要不我来吧？啊，你看。杨戬，他又来了，说明胜利就在眼前了，赶紧挖！哎呦，老叔几个怎么不挖了？这破坑，谁爱挖谁挖，老子不跟你们瞎耽误功夫了，老子不干了！就是老李，都是因为你白忙活一场。你们，你要想挖，给你挖，什么破风水？小胖，该你上了。得嘞。真有！各位父老乡亲啊，辛苦了！哎呀，还真有啊！你看，我都说了让我帮帮你了，有我帮忙不早就出了？哎，可惜啊，就差那么一点儿。以后回去还是自己挖自己的吧。
大家伙忙了一上午，让我挖到这块玉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这样，今天中午我请大伙吃饭，全部记我账上。大壮，今天中午全记我账上。好嘞，杨家这行怪不孬嘞。今天这事就怪我们，一把年纪了还欺负人家小孩。哎，杨家那行，以后在这山上谁欺负你，跟叔说，猪饶不了他。对对对。嘿，叔，哎呦，稀客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难不成又挖到新货？这没好东西，怎么能来麻烦你呢？你挖到什么了？哎，我昨天下河呀，推受了寒，今天没上山。是我这外甥，还记得不？这不我大侄儿吗？怎么这么快又挖到新货了？没错，麻烦叔给看看值多少钱。啊，我是真的没看错你啊，从来没见过有人连续出货，而且还可以出这么多。也不是一天挖的，昨天下河摸鱼，碰巧也摸到了。真的假的？在河里还能出货？哎，这点我可以作证啊！大家伙听说河里出玉之后，全都下山去趟水了。不止我们这些挖玉的，全村老少爷们都去了，愣是一个没找到，就我这外甥捡着了。你说怪不怪？这块玉的品质不错呀，500啊。这块也500，这个也是。凑个整，给你算2000。又2000，哎呦！拿好。大舅，镇上菜市场现在还开不开？现在还开着呢。走，走，谢谢哥，常来哈。这怎么说？妈，小金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？跟大舅啊去城里买点东西。又乱花钱，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你挣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多好啊！我这不是又赚了吗？又赚了2000啊！啥？2000啊？这才多久啊？我和大舅啊，在镇上还给您看了一副茶具，我用碗喝就行，花那钱干啥？给你留着娶媳妇儿多好。儿子，你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吧？我跟大舅去镇上交的货，能做什么违法的事儿？哎，对了，妈，这个呀是给你的。以前啊，结婚的时候我们家穷，没买得了首饰，现在儿子挣钱了，说什么也得给你补上。哎呦，儿子都知道孝顺了。快试试看。对了，还有这个肉啊，咱明天给他处理一下。我明天啊把小胖叫过来，咱们开车给老爸送医院看病去。哎，好。老杨，你还出息了呀！现在都能吃大烩菜了，这可是过年吃的大菜呀！爸，我去把小胖叫过来。他去叫王家那小子干啥？昨天晚上回来，非要说带我去城里看病。这王家不是有车吗？哦，你说这孩子老操心我干嘛呀？得先把媳妇儿娶到手才是。哎，对了，说到娶媳妇，要不我帮小静物色一个？我侄女长得可俊了，就跟我一样。跟你一样？你可拉倒吧！还是我来说。你们都说说是谁家闺女？改明儿我让小静带点礼物去串串门。哎，昨天去镇上交货2000，这500你拿着。金哥，这太多了，我就出了点苦力气。人家建筑工比这累得多，一天就几块钱，你给我几十就行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今天啊，你把车都开出来，这以后啊，去镇上来回还要指望你呢。回去啊，给叔买一瓶好酒，来一条好烟。那金哥我就收了啊。哎，哎呦！杨二婶，你这是干啥呢？这差点要出意外了。我的补棱盖啊，我的胯骨轴啊，它撞坏了。我说，你一会儿是不是要在这地上画一个圈啊？说吧，想干啥？你撞了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人家都说伤筋动骨100天，你怎么也得给我2000。2000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不对，你现在就是在抢。你啥意思啊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撞到人，你还想揍人呢？我哪儿撞你了？不是，我也没说要揍你啊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样吧，我打电话叫警察和救护车，等他们来了，我听他们怎么处理。杨静，我都不
明白呀，你是咋活到现在的？你个小兔崽子，王八羔子！我怎么活到现在的？跟你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啊，跟我没关系。你撞到我，跟你没关系吗？这不是几十年后他耍无赖说的词儿吗？王八羔子撞了我不认账啊！我听警察的，警察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。至于有没有撞伤你啊，医生过来看，我反正听警察处理。我就问你，你撞了我，你觉得没事了是吧？你还觉得理所当然了是吧？他这是故意讹咱，你说咋办？要不然我揍他一顿。哎，现在法治社会，别动手打人，咱们就等警察来。哦。哎呦！弟妹，你这是咋了？快起来！我被你儿子撞了！啊！哎呀，我的天灵盖啊，我的胳膊肘啊都撞坏了！哎呀，这要去医院呢，少说得18,000。今天你们给我2000块，事儿就算了，要不然呢，我就去住到你们家，你们得养我一辈子！哎呀，媳妇儿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说出来散散步吗？这咋还出车祸了呢？这他爹，要不咱们给弟妹2000吧？儿啊，要不算了吧，爹不去医院了，你把钱给你婶儿吧。我忍不了了，这是讹到我们头上来了。哎，你这娃你咋说话呢你？你撞了人咋还成讹人了？哎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不是还是要讹人？你真有意思，你撞了人家还觉得你有理吗？是谁叫的救护车？啊，我叫的。他说他被撞了，你快帮他看看吧。他身体很健康，也没撞伤啊。抛开我有没有撞伤不说，难道我没伤就说明他没撞我吗？你啥意思啊？大姐，您都是一把年纪了，要真是人家那车撞的你，你还能这样说话吗？媳妇儿，你真没事啊？你可吓死我了！哎，谁报的警啊？我报的。这个人啊，一直说是我撞了他。刚才啊，医生啊也验过伤了，他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这分明啊就是在讹人。这事儿有点难处理啊！哎，这是惯犯，逮住他！媳妇儿，你到底犯了啥事儿了？这警察都抓你啊！走走。哎，小金，你那边咋样了？警察怎么说？关进去了。警察说他好像没少干这事儿。弟妹这叫干的啥事儿啊？哎，检查做了吗？医生怎么说？检查做过了，说是做完手术之后过1个月就可以干活了，到时候你爸就可以帮衬你了。那就好，妈，你多陪陪吧，医药费的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哎，啊，好。儿子出息了。哎，你还敢来这儿？是不是想挨打？小季，都是二叔的不好，可是你看看你二婶，现在马上就要进监狱了。那也是他活该，谁让他非要讹我们？二叔，什么也不用说了。如果二婶是初犯，警察也不会说什么。现在进了局子，是他自己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对，纯活该。你堂弟在城里单位干活，那他妈要是进去留个案底，那他这以后可就完了呀。不过警察说了，要是能得到你的谅解，那可以不做处罚。哎，你想的倒是挺美。要不是那天我金哥叫了警察，你们早就讹死我们了吧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发大财的机会。北郊的独山你们知道吧？我听说有人在那里的二道口摸到了独山玉。你看，你爸现在正在住院，也正是用钱的时候。你要是去那里摸到独山玉，那肯定能发。有这好事你自己怎么不去啊？我也想去啊，可那独山是野山，我这一把老骨头了，那要是进去，怕是玉没捞着，把小命也给搭进去。金哥，咱去吗？独山玉是4大名玉，如果真能挖到，那就能飞黄腾达。对。金哥，你不会真要去吧？去吧。那山里边那么多猛兽，要真碰着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而且那山里边每年迷路走失的都有不少，咱也不知道那玉在哪儿啊。有我的剑玉神眼在，只要有地方就不愁没玉。哎呀，小健，考虑好没？去不去啊？可以，不过得等我回来，我得看看是真是假。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还有1个月。你得多喝点水。哎呀，姐夫，杨进他去北郊了，你知道吧？啥？他怎么去北郊了？那荒郊野岭的，连个人走的路都没有啊！到处都是野兽，还不是孩儿他二叔？现在整个村都传遍了。他说北郊山上有毒山芋，这小金估计也是因为你医药费这事儿才去的。他爹，这可咋办呢？他二叔这个畜生啊！不行，我们得去北郊。好。怎么了，金哥？怎么不走啊？哎，小胖，你拿镐头去那里试试。这儿，你看能不能开出山料来？哎，等一下，小胖。我了个乖乖，差点就把这玩意儿敲碎了。金哥，看，这么大块得值多少钱？千玉，价值1900。运气好，差不多能够值2000块吧。这顶咱干1天的量啊！前面那些移动，难道是狼？剑玉神眼不仅能看到玉，还能看到狼。这下好了，知道狼的行踪，只要提前绕过去就没有危险了。走吧，咱往右边走，快点。行。你这个畜生，你可是他二叔啊！你怎么能……哎呀，那都是俺媳妇儿说的，俺也不能不听啊。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，赶紧进山找人吧。哎呀，那北郊野兽多，尤其是晚上，就算是老猎户进去，那也得迷路。我看杨进是凶多吉少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爸妈，你们可都来了。杨进，你怎么还活着呢？说啥呢你？你死了，我金哥也死不了。孩儿啊，山上没遇到危险吧？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说来也巧，我们在山上逛了半天，光听见狼叫，没看到狼跑，就好像狼看见我们都绕着我们走一样。乖乖，这杨进的命也太硬了。哎呀，要说来啊，还得多谢二叔啊，要不是你啊，告诉我们独山山上有玉，我们还挖不着呢。嘿嘿。嘿，你们在山上出货了啊！你们看，哎呦，我勒个乖乖，这么大块青玉啊！不会吧？真让他们挖着了？早知道我就去了。哎，我看天也黑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走，好，哎，走。那块石头本来就应该属于是我的，他们能挖到，我肯定也能挖到。小金，下次你去那种地方，得提前通知我们。你看把你爸吓的，他说什么都要去找你。哎，你胡咧咧啥呢？你不也挺着急的吗？那山里是你这富人家能去的地方吗？那不是，你们就别拌嘴了。咱下山都瞧见了，你还要拿那鞋扇二叔呢。哎，说起来，你二叔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刚刚看他上山了，可能是看到我们开出货来了，心里边眼馋了。哼，这大晚上的上山去不要命啊！算了，他想去就叫他去吧。他要是回来，我指定得收拾他。哼，还真当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坑我，唯利是图的小人，没有监狱神眼上山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天志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的玉从哪儿弄来的？我很多年没见过这种料子了。山上刨的呀。我当然知道从山上刨的，从哪儿刨的？哎，北郊独山上。你心可够大的，听说那山上死过人。哎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嘛。嘿，年轻人就是有胆量。那行，难得你来的这么早，还有点时间，你可以去浴室逛逛，长长见识。浴室。这儿就是浴室啊，果然热闹。小伙子，来玉呢？来看我这块料，我平常可不给别人看的，你摸摸。本来我这一块3000，我看跟你有缘，卖你999。老板，这不就是随处可见的大白玉吗？你卖我3000，你当我不懂行啊？这要换做别人，早把你摊给掀了。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我就出来混口饭吃，这不之前没见过你吗？要不卖你9.9，交个朋友。白玉价值20。行，那9.9我就拿走了啊。行，小伙子，
既然你是行家，要不要再整一块土石？刚好有人在这买了块，一会儿就赚了个7、8百，要不试试？小伙子，年轻人要敢打敢拼啊！哎，老板，你把这块石头拿给我看看。这块山料光不透，玉不漏，一看就是块死料子。小伙子，你这眼光可以啊！这块山料十分通透，绝对是上等好品。你要的话，算你便宜，300。老板，这你就不太实在了吧？这块山料石皮这么厚，哪里来的通透啊？不实诚啊！那你说个价，9块9，真的不行啊！我这成本都60了。50吧。行，小伙子，这块月就是你的了。那，小伙子，现场开不？开吧。得了。清水玉，小伙子，你看我这里是不是一点也不尖呐？老板大气啊！那我就拿走了。以后常来啊！常来常来。哎呦，我这倒霉催的，这瞎了狗眼，漏了块青玉。哎呀！请问人叔呢？啊，你找阿仁呢？啊，阿仁下山收玉石去了，估计到晚上才能回来。小友，你是有什么需求吗？我是周泰，和你人叔啊，在所里轮流当值。哦，哎，那请问太叔收不收石头？哈，收嘛。你有吗？哎，有。哎，价值96。哈，100块。这个。哎呦，还这个。哎呦，就这么多了，您都瞅一下。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吗？啊，对，您给长长眼。哎，好。哎呀，100块。哎呀，800。啊，这个450。哎呦，这个差一点。250吧。这个比那个好一点。这个300块。这个也还行。小友啊，这一共是3890元。你是阿仁的老主顾吧？哎，再给你添点，给你算4000。那多谢太叔了。哎呀，小意思，总不能让老主顾吃亏吧？哎，4000。你拿了这么多钱呢，也不安全。一会儿出门啊，那菜市场右边有个信用社哦，可以到那里开个存折嘛。哎，谢谢太叔提醒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有货了我再过来找你。好吧，好吧。走了，太叔。哎，你好，我来存钱。先生要存多少？存4000吧。给。先生是做生意的老板吗？一次存这么多？小本生意。老板真是谦虚了，请您稍等一下。先生，请拿好。好，谢谢啊。又年轻又有才，长得还帅，这要是再到我手里，该多好啊！跟上他。哎，金哥，你回来了。这些人从离开交易组之后就一直跟着，来者不善。小胖，我们被那群街溜子盯上，敢盯上咱，这是瞧不起我呀！走，咱们去那边小路。好，小子，看见我们还敢往这儿来，胆儿够肥啊！识相的就把身上的钱都交出来，哥几个就喝点调酒。想跑？跑？为什么要跑？呀哈，想黑吃黑，真不拿我们哥几个当回事儿。看家伙！我去，本来这把刀是给山上野狼准备的，
现在先收拾你们这些狗！两位大哥饶命啊！哥几个就我混口饭吃。哎呀，你们几个啊，中国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们几个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交出来。大哥，他们说的都是咱的词儿啊，还说啥？赶紧拿！算你们几个识相。等等，大哥，我们这段时间的劳动成果都在这儿，没私藏。你们几个天天干这种勾当，迟早啊蹲一辈子大牢。没办法，我们舅舅不疼，叔叔不爱的，字儿没读过几个，活也不会干，只能干这个。你们几个以后跟我混吧，我管饭管工资，也算是让你们走上正道了。真的。谢老板，谢老板。靖哥，你真收他了？哎呀，你一个人干活啊也挺累的。成大事者啊要广纳人才，以后啊你就做队长，上山带他们挖玉，下山了还能帮我看家护院。啊，也行，那我当小队长啊。队长好，队长好。你们几个把这几天抢来的钱给我还回去，然后跟我们回村。好，起来吧，走。哎，阿仁呐，你看我下午刚收的石头，这可是正宗的独山玉啊！哎呦，我出去一趟，让你发财了，这从哪儿收的？下午刚收的，本来啊是来找你的，这不拿了10几块玉石，我都懵了。10几块？难道是他？你真认识啊？你可别藏着掖着，什么来头？我还不能确定是同一个人呢，下次有机会一块见见啊。那咱们可说好了。放心吧，慢慢吃，不够的话还有。慢点，来吃。靖哥，这300块钱啊，你们1人100，就算是1个月的基础工资，后面干好了还有奖金。靖哥，你都管我们吃上饭了，这钱我们不能收。对，饭我说了管的啊，这工资啊，你们该拿就拿着。那，谢靖哥，谢谢靖哥。我们家还有几间空房，你们一会儿收拾一下，直接搬进去住。好，那我回家一趟啊，去吧。走。靖哥，这土里真的挖到玉吗？让你挖你就挖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哥几个听好了啊，怀疑谁都不能怀疑靖哥。好。哎，我去，真神了！跟昨天一样，一块小青玉。兄弟几个，以后挖到玉啊，回收价的1成就是你们的奖金。王博呢，作为队长，挖到玉啊，拿2成啊。好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行。行。呀，人质来了。人说啊，这次又拿到什么好货了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才几天没见，你就找到这么多货？现在啊，雇了几个伙计一起干，不多挖点可发不起工资啊。哎呦，那以后得叫你杨老板了啊！这个料子一般，有杂质，70、80块吧。这个不错，200块。这2个个头够大，加一起2490，我给你凑个整数，2500。贤侄啊，我想给你介绍个人啊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雕刻技术非常厉害。按理说呀，像这种事儿，我不会跟你们这些挖玉的人说，但是你的能力我看在眼里，以后这些廉价的玉啊，找他雕刻做成成品，就能卖上价。多谢人叔指路。做生意嘛，你我都有赚，才能长久嘛。行。哎，二人呐，怎么又聊起我来了？哟，小友又来了。怎么你们认识啊？认识啊，上次我跟你说的小伙啊，就是他。
我当时就在想，会不会是这小子？那成，省得我给你们介绍了。老太啊，我这位贤侄一天就能挖上千块的料子。哎呦，你不是会雕刻吗？收点加工费，给这孩子涨涨价。哎呀，你一天就能采到值几千块钱的料子，真了不起啊！这活儿我接了，本来每天就很清闲，这下有活儿干了。这石头啊，雕刻以后，总价值能翻上一番。哎，那太叔，加工费多少？您直接扣就行。哎呀，这次加工费啊，1分不收。1分不收。1分不收。待会儿啊，有个山料丝盘会，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看一看。嘿嘿，老太啊，你这算盘珠子打得够响亮的啊！哈，你不用慌，丝盘会啊，就是我和几个老朋友的聚会，喝茶聊天聊玉石。只不过呀，丝盘会最后都有一个赌石环节。我想啊，你每天上山挖玉石，眼力劲儿啊肯定不错。听说呀，这次会有好东西出现，我想沾沾你的好运气，出好东西来了，咱俩五五分成。行，太叔您都张口了，那贤侄陪您看看。好，谢谢。丝盘会还得一会儿，你就在这等一会儿吧。好。老朋友来了哟，今天咋还带个帮手来了？这不是听说你这有好东西吗？今天带帮手来啊，就是奔着你那个去的。这位是刘文卓，茶馆老板，也是买卖人。这位是秦庚，和田本地人，雕刻大师。小王，这位啊是咱们文化部的副部长吴一辉，你可得好好认识下。小伙不错呀，老家伙从来不带新人。来坐，坐。哎呀，朋友们都看过来吧，这可是我10年前花了大价钱买的，这2块绝对是好料子。本来想着自己收藏的，现在准备回老家发展了，人同割爱。哎呀，大家请吧。哎呦，老朋友，这么好的东西你舍得出手？哎呦，这可了不得呀！这质地比独山玉还细啊！塔签价值4万、3万。大块石料价值3万，小块反而价值4万。也对，山料讲究利用率，未切片的料子需要去掉石皮裂纹和矿点，利用率达到80%才是顶级好的。这大块料子虽无浆，石皮薄，但内部肯定有裂纹和矿点，所以价值更低。小块料子虽外形差，体积小，但利用率高，能稳赚一笔。小伙，你觉得这2块料子怎么样？2块料子都不错，刘老真是不俗啊！哎呀，买2块风险太大了，买1块保险一点，只是不知道选哪块，出价多少。要不买这块大的吧，表皮干净带锈，颜色比小的也深一点。这块小的有浆，皮儿也比较厚，里面就不好说了嘛。老朋友，想好盘哪块了吗？来个大的嘛。怎么，你想结盟啊？怎么，你想结盟啊？共同投资，风险共担嘛。可以的嘛。各位老板，这就是我出的价格了，真心是舍不得呀！啊，小伙啊，你也学着点，这丝盘会的首轮出价呀，水分较高，目的是试探大家的心理价位，就像买东西时啊，标价和卖价是有差距的。那么大家各自画圆吧。今天这次买家出价我们保密啊，每个人呢把自己价位写到纸上，出价最高者可以获得盘料子的机会啊，也免去了议价环节，免得像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啊，显得不文雅。我们出价4万，这样我们每人2万，太高就不划算。有道理。哎，小伙，你感觉应该出价多少？哎，小伙，你感觉应该出价多少？这颗大的吧，石皮子虽然薄，但是戈壁滩上的矿物质啊更容易渗透，外面看没问题，
就怕是里面的肉里形成矿点。我觉得小的那个更有性价比。哎，皮儿薄反而肉细，品质更高嘛。仅凭10皮子就判断里面的矿点，这就不好说了嘛。哎，我可以参与吗？来的都是朋友，可以参与。你确定要参与吗？哎，试试吧，碰碰运气。我买小的，参与一下也没坏。刚好大家都对小的不感兴趣，我建议你啊，少写一点。胡老板有意买大，出价3万8；姜老板有意买大，出价3万；周太有意买大，出价4万；杨静有意买小，出价1万。哎呀，好嘛，老朋友，恭喜周老板，这个宝贝是你们的啦！承让承让。哎呀，小伙子真有勇气呀，第一次玩丝盘就敢下注，可以吗？老伙计，是切一刀啊，还是带回去啊？哎，切嘛，没有不切的道理嘛。哎，我也切的，不过我的钱有一些存在信用社，我想先回去取一下。去吧，反正我们要等机器啊。好。哎，先生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回来取个钱。取钱？你不是刚存进去吗？怎么又取了？啊，这不刚看上一块料子，要花1万块钱。什么？你买料子花了1万？你怎么乱花钱呀？我看你8成就是被人坑了。你是不知道那些做生意的人心眼有多精。嗨，赔了就当买个教训呗。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？叫使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美女，你这是要下班了吗？别叫我美女了，我叫王若彤，现在是下班了。看在你这么帅的份上，我给你开后门。行，那就多谢若彤妹妹了。改天啊，我请你吃肉。好啊。谢谢啊。哟，回来了。哎，那就开吧，大家伙都等不及了。哦，不错，见亮了。这回发达了。这个不太好呀，老板。哎呀，这密密麻麻的矿点根本雕不了大件，最多也就做几条小珠子，价格起码折了4成啊！釉色一半还稍好，能切10几个琢面，但是这个去了10皮，算上雕工和7个损耗，最多1万出头，咱俩看走眼了。哎，赔的也不多，区1万块钱，就当是交了个学费，活到老学到老嘛。哎，小伙，还是你刚才说的对啊，没有听你的买那块小的呀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嘛？我呢，也就是瞎蒙的，不保准。师傅，小的那块也切了吧？好。出彩了，老板，快看！哇，哎呦，这块石头见大漏了。不错，镜面嘛，不多见。恭喜呀，开出料子了啊！我当时啊是看这块小的没有人买，就想着试一下，没想到运气还挺好。一会儿咱下去结账啊！哎，你们记不记得刚才那小伙看石头的时候根本就没打灯？是的嘛，确实没有打灯，不打灯都能发现里面的矿点，这可不一般呢。其实刚才他已经提醒我们了，我们压根就没有注意啊。看来这小伙子确实不简单。小伙子，这块石头不错嘛，愿不愿意换成钞票啊？行，换成钱最好了。好。哎呀，这个老周啊，看到好石头就走不动道了。八郎子，你想要多少钱吗？这块玉石系统给的报价是4万，但丝盘会毕竟是太叔带我去的，得给太叔一个人情价。3万，行不行？好，我没看错你。
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带你去司盘会吗？不知道。过不了多久啊，咱们南城的政策就要变了，玉山呢会以私人承包的方式承包给私人和单位啊。玉山要外包了？吴议会啊，前几天聊天跟我谈了一些，但是啊还没有具体的措施。但我想啊，应该过不了多久，政策就会下来。你有能力，我想跟你合作一下。这事儿有点大，先不着急回答我嘛，可以回去考虑考虑嘛。行。这会儿该没车了，该怎么回去呢？哎，对了，明天就去买车。哇，先生，需要买车吗？对，那台钱江龙能不能优惠打个折啊？先生，请问您是在说这台吗？这台的话，我们采用的是国外原装发动机，成本很高，现在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。要不您先试骑一下？不用了，4天5卖不卖？不卖的话，我去隔壁买了。卖！恭喜先生提车一台。哇塞！哎呦这我的好帅啊！哎呦，哇塞！限量版的大摩托哎！哎呦我去，小金，这哪来的大摩托呀？瞧你这话说的，难不成是半路劫道抢的呀？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晚回来？原来是提大宝贝儿了。哎，金哥，你咋一眨眼功夫长上大摩托了？这不是昨天跟太叔去参加司盘会了吗？相中了一块料子，结果一开啊，中彩了。然后再加上之前挖玉的钱啊，凑了一凑，刚好整了辆摩托车。哎，金哥，你真行，你可是咱们村大能人呐！哎呀，切！我看呐，就是有钱烧的，那玩意儿是普通人玩得起的。我看过不了几天呢，都该倾家荡产了。哟，这不我二婶吗？你怎么出来了？还不是你二叔在北郊快丢了半条命，你妈心软就把你二婶保释出来了。行啊，那你可得小心点啊，可别再进去了。金哥，你这大摩托一会儿借我出去骑骑呗。行，看好了，这个是油门，抓着往下拧就跑。这个是离合，这边挂档的，这俩是刹车，一捏它就停住了啊。你们啊，就跟着我好好干，以后啊，一人给你们整一辆。跟着靖哥，光宗耀祖。哎，看，杨进来了，骑着大摩托跟老板似的。可不是嘛，这到晌午了才来，8成是吃完饭来消化食儿的。今天我运气不错，刚来就出货，一块窜青花，今天算是来值了。哟，这大老板还亲自来下矿来，是来检查我们来？哎呀，叔，我大舅呢？哎，在后面呢。他大舅啊，你外甥来了。哎，大舅，杨静，哎，那棵刚好多人都挖过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换个地方吧。啊，哎，你倒是会捡人吃剩下的，那都挖了多深了，有货也被挑走了。你们不懂，我现在啊喜欢读三国，爱好跟曹丞相一样，哎，就爱别人挖过的坑。那，哎，你个龟孙，不听老人言，你爱听不听，不听拉倒。哎，别管他，来坐这儿。大舅啊，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哎呀，能有啥打算？种地，挖个玉，再生个娃，能保住一家人零花就行。那这要是以后不让挖玉了怎么办？咋能不让挖呢？你说咱来这么多年，年年挖，虽然年少，但也能挣个零花钱，咋能不让挖了呢？以后的事儿啊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不可能，你又整天七想八想什么呢？你小子运气好，就在这儿好好挖玉，比谁都强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这叫吃不穷，穿不穷，打算不到就受穷。咱们还是得想想以后这挖玉的事儿，我看啊，
不能当长久的活儿。你小子是有什么想法吧？你放心，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你大舅说，大舅绝不含糊啊。行。哎呀，好贤侄啊！听老太说前2天你可赚大了。哎呀，那块小的没人要，我就给他买了。没想到里边竟然开出了彩，我本来想着不赔钱就行，就当赚个经验了嘛。摩托车都开上了，这次又带来什么好货？有几块山料，还有几块籽料。这几块籽料啊，您给看看。啊，山料子我找太叔问问。贤侄啊，你不光是运气好，你这眼力也可以的嘛。这颜色不错，型也挺好。这3块400可以吧？没问题，人叔出价，我放心。现在这个料子很少见呐，我高高的给。这俩500，还有这俩一起也500块嘛。来，你查一下。哎，不用查，都是老主顾了，这点信任还是有的。二人呢？在忙什么呢？哎，太叔，老人说你过几天就要来一次，我还不信呢。这不是有货就存不住吗？有点料子了就想把它换成钱，这样心里才踏实。老太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正好看看这个料子。这么多都是你采的啊？还有几个朋友帮忙。跟上次一样，但是啊，这块石头有点小，只能看到3000块钱。行，不过呀，我最近赌石买了不少，手头有点紧张，能不能过几天再给你啊？啊，没事儿，反正我经常来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啊，哎，好。哎，是我童妹妹，这么巧，今天不上班吗？杨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今天是周末，我当然休息啊。那正好，上次说了请你吃肉，有一家我特别喜欢的羊肉馆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好呀，那走吧。走。今天还是老样子啊。哎，今天带朋友过来了，就不要羊杂了，上一盘羊肉。哎，好嘞。再来点小菜啊。哎，好。杨老板这么厉害，是不是上过大学呀？没上过大学，别老叫我杨老板，叫我杨进就好。这样啊，看杨大哥年少有为，我还以为跟我是校友呢。哎，你上的什么大学？北大。我家里人想让我在京城混几年，就好留在那里工作，但是我不太喜欢那里，所以现在回来了。人家都是想从咱们这里跑出去，你却往这里跑。哎，来，来，放这里就行。哎，慢用啊。哎，行。杨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呀？啊，我啊，做玉石生意的。玉石方面呀，玉石方面很快就会有新政策了。以后啊就是承包制了。杨大哥消息也太灵通了吧？哎呀，我也就是知道一些口风。不过你做柜员的，你怎么也知道的？我家里人跟我说过，不过这事儿也没那么容易，在政策下来之前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毕竟这里的人挖了一辈子的鱼，说不挖就不挖了，也说不过去。哎，是。杨大哥是要做承包了吗？想要做大做强啊，承包啊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杨大哥有这种本事，着实不易。老板，结账。哎，妹子，说好了今天我请你的。那好吧，下次换我请你，你不许跟我抢哦。行，下次让你结。来，快吃吧。等私人承包以后，我一定会扩充人手，和那时相比，工具价格也会水涨船高，得赶在涨价之前囤货。哎，老板。你家这工具怎么卖的？铲子26，镐子18。我要是一次买个20多个，能不能便宜点？要20套以上的话，那每个给你便宜点，包运输。那行，我先拿20套。你放心，明天一早给你送到，咱这产品质量各顶各的好。行啊。哎，这淡季还能碰到这冤大头，这次赚大发了。哎，靖哥，你回来了啊！我在镇上买了20套挖掘的装备，明天一早就送过来。你们到时候挑一挑，剩下的全给收起来啊。20套，这就5个人，你要20套干啥？哎，到时候啊，
你们就知道了。各位，安静一下！我今天来啊，跟大家说个事儿。上头啊，这几天要下个通知，咱们在山上挖玉的人呐，就别再去了。过几天啊，可能要封山，不让采了。老张，啥叫不让采了？俺这一家子可是靠挖玉过活呀！不让采呀，就是不让去山上再挖了。要是再被逮到啊，是要罚钱的。挖玉虽然没挣到大钱，好歹能解决温饱。说不让挖就不让挖，这不是坑人吗？你瞎吵吵啥？小心给你送到局子里。政策一定不是谁吵谁闹就能改变的。我呀，也只是把这个事情通知到位，提前啊让大家伙知道就行了。你们还不是最惨的，真正惨的是杨进，一大早啊就有人往家里运了20套挖玉工具呢。哎呀，这不白忙活了吗？是啊，靖哥，以后不让挖了，咱可咋挣钱啊？放宽心，咱兄弟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好日子。哎，靖哥，刚才村里发通知说这玉山要承包出去，这啥意思呀？你是说村里的通知已经下来了？这么快？是啊，下午这村里的大喇叭都喊着呢。哎，杨进，听你这意思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承包玉山，这是好事儿啊！这好啥呀？之前随便挖，这现在承包了，咱咋弄都是亏呀。是啊，承包啊，就是花钱租地，这地自然就归你管，这地里边出来的东西自然就是你的。那我们在自家地里出货，没人跟你抢，这以后出的多，不就是赚的多了吗？这没承包的时候，咱不是也是想去哪儿挖去哪儿挖吗？这自由的很。现在承包了，这反而麻烦呢。小了，格局小了。杨进，听你的意思，你要承包？那块地都被人翻了好多遍了，那都跟筛子似的，一包下来能翻出个花啊！再说了，那包地得花多少钱呀？你一个人扛起来，那得猴年马月才能回本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你以为我为什么买20套工具？哎呦，你小子原来早就想好了，怪不得那天问我那些呢。哦，行，大就跟着你干。村长，哎，这几天啊，天天有人来抱怨禁采的事儿，我这里快成调解所了。杨进，我知道前段时间你采了不少的货，这一下子禁采了，你心里面也肯定不舒服。但是政策下来了，咱也没办法，只能……哎，村长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，想问问村里边承包这个山地需要啥流程啊？需不需要村里面开个证明或者盖个章啥的？我这一天接了好几个村民，都是来抱怨禁采、发泄情绪的，没有一个人呀提承包的事儿。你小子呀倒是活络。村长，我寻思啊，承包这几十亩荒地，然后啊雇几个人过去干活，说不定啊还能再挖出点料子。就算采不到，大不了开耕种地嘛。杨金啊，承包这事儿可不是几万块钱闹着玩的，这承包1亩地1年的费用，还有后期人工啊、工具都是钱。叔还是劝你一句，这种事儿咱别跟着瞎掺和，安安稳稳打份工多好。哎呀，村长您放心，我揽这瓷器活就是因为有这个金刚钻。想必您也听说了，我去城里买了20几套工具，我要是不承包，这不就相当于白买了吗？行，既然你这么有决心，那过2天我到乡里去开会，顺便帮你打听打听怎么个承包法，多少钱1亩地，需要啥手续，这里头啊门道多得很，叔帮你全问清楚。村长，这事儿就麻烦您多费心了啊！我让大壮去城里啊，给您带了1瓶二锅头，等他回来的时候就给您带过来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子还整这事儿，别整。哎，行了，村长，那我就回去等您消息了，走了。哎，行，你慢走啊。哎，当家的，你说那孩儿为啥要承包呀？是不是真能掏出货来？要不咱也凑点钱跟着试试。哎呀，头发长见识短，那山上被挖了多少年，还有什么东西你又不是心里没数。杨进这孩子眼光太实，他花那么多钱承包，万一采空了，他哭都来不及。也是啊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我也不想让他包地，怕他赔钱，但是看这孩子这么有把握，我也没有拦着他，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哎，靖哥，靖哥，我听说个事儿，我觉得得告诉你。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呗。就你之前那个未婚妻吴小慧，听说迁到咱这儿来了。博儿，你说谁来了？吴小慧？对，我刚在县里面听说的，她现在跟隔壁村玉老板的公子哥好上了。
金子，这吴小慧来了，你咋想的？来就来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这反应咋跟想的不一样呢？是啊。哎，你看那个女同志是不是吴小慧？哎呀妈呀，还真是，这不就是吴小慧吗？这小子可咋整啊？杨静，好久不见。怎么，见到我不会说话了？有些事情还是要勇敢面对，所以我特意申请到了这里，就是想和你当面说清楚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不过我们三观不同，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请你忘了我吧，更不要去寻死觅活，不值得。是不值得，不过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外面造谣我，难道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被我赶出家的吗？不过还是要恭喜你，终于攀上了一个富豪。我什么时候造谣你了？你不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穷小子吗？小慧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败家子儿，爱你爱得死去活来那个傻帽吗？咱跟他计较什么？小子，没本事，怨不得女人不喜欢你。还是你小心点吧，别掉进温柔乡，最后家产被别人骗光了，还帮别人数钱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杨静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。哼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嫉妒我家小龙是浴场大老板的孩子，而你就是一个泥腿子。老板好。老板，县里头有人找你，在小卖部等着呢。行，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了，我们走。哎，走走。杨静成老板了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任叔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这么早就过来收玉？我当然有事找你了，顺便把老太欠的钱给你。嗨，这大老远的还麻烦您跑一趟。哦，对了，老太想推荐你去文化部挂职当玉石鉴定员，这是推荐信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这感情好啊，我这也是吃上官饭了。你愿意去啊？去啊，为什么不去？这一个月300块钱，偶尔去报个到，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道理不去啊。哎，任叔，替我谢谢太叔，改天我请他喝茶。老太说了，如果你愿意去的话，你就去把挂职手续办了，他还得交差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那行，那我现在就去啊。哎，这年轻人性子就是急，信没拿。哎，你好，同志，我是来报道的。你有介绍信吗？哎呦，着急过来，这道信忘拿了。现在真是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想过来。你小子果然来了，老周说的不错。哎，吴部长好，手续办的还顺利吧？办的差不多了，就差签字了。小马呀，你辛苦了，一会儿带他熟悉工作。放心吧，吴部长，我办事您还能不放心？那行，我先回家，你先熟悉熟悉工作，抽空到我那儿喝茶去。行，吴部长们走。新同志，欢迎欢迎啊！咱们这儿工作呢简单，每天有很多单位呢送来玉石，咱们文化部就负责给这些石头进行评级，所有人在标签上面打对号，就算全体通过。小伙子，以后你在这忙活，要是渴了，去我办公室喝口水，我那儿有上好的西洋毛尖儿。哟，那就谢谢马叔了。来，走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就知道投机倒把，没有金刚钻还敢揽瓷器活。好了，老孙，咱都退了，管这么多干嘛？也不知道人家什么背景，说多了容易得罪人。后生，这些玉石呢，我们都看过了，你再看一遍，没啥问题就打个勾吧。还装得挺像样，一个小毛孩还看上兵法了。3级玉价值220。这块不对，老爷子，您要不把眼镜戴上再瞧一下？我都看了一辈子的玉石了，这还能看错？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我老眼昏花了，你们也能看错？这明明是3级玉，怎么定成1级的？
我们不也是看你打了勾，才跟着打了勾吗？也不好意思说您的错呀。小伙子，你做得非常好，就应该是这样，不要因为我们资格老就迁就我们。要知道，一次疏忽就会让买家上当受骗了。对，您说的对，以后啊，我们会认真的审查的。小伙子，是谁介绍你来的？是周太叔介绍的。周太呀，那个老头子眼光可挑得很呐，他也好久没给我推荐人了，说明你小子有2把刷子呀。没什么，运气好而已。你们还有谁不服？服了，心服口服啊！进来。儿媳妇儿，我这边忙的也没顾得问你，最近在厂里干得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都挺好的。儿媳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跟爸说。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跟你反映个情况。今天我去办迁户手续，有个叫杨静的小混混，他欺负我。杨静？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啊？我今天听人说他进了文化部，还当上了鉴定员。爸，你能不能替我去收拾他？我想起来了，是老吴给我提起过的人才，看玉是把好手，我还想着把他挖过来呢。爸，你不能让这人进咱们厂子，你不知道他有多禽兽。他在家殴打父母，还拿家里的钱去赌博，欺压乡民，无恶不作，甚至还想非礼我。今天要不是小龙在，你家儿媳妇就真的被他得手了。什么？还有这样的事儿？无法无天了还？你放心，这事儿我接下了。对，到时候我们就这样一起看。然后到时候这小伙就是杨坚，就是他，思想觉悟很差，还一直纠缠我好多年，真想不明白，学都没上过几年，怎么当上的鉴定员？不好意思啊。怎么现在知道道歉了？不好意思啊，你当我录了。儿媳，这个人谈吐举止着实不错，真是你说的那种人吗？肯定是装的嘛，爸，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。这小伙子后生可畏呀。周老下班了。玉老板，什么事儿让你亲自跑一趟啊？是这样的，听说你们鉴定部新来的鉴定员才不配位，我想找你们部长了解了解情况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好。最近只有杨进是新来的，看来是奔着他来的呀。我就说这个颜色最好了。杨进来了。太叔，小友不错嘛，才刚去半天，周老就打电话来关心你了。那可是咱们圈里面的大能，看来啊，你不光运气不错，人缘也可以嘛。就跟周老聊了聊玉石。小友，周老打电话问你，是不是得罪一厂的老板玉元堂了？没有吧？这个人名我第一次听说，都没见过这个人，怎么会得罪人呢？玉老板去吴部长那里举报你啊！玉老板可是咱们南城大老板，你一回说也没办法，只能先派你去跑山头。对了，有一个人，玉燕堂的儿媳吴小慧，这个女人。原来这个女的是吴小慧呀，是我害了你。她说她是你女朋友，我才把你到文化馆的事告诉她。这个女人太阴险了。你没和她结婚是对的，别人的事儿咱们不便多说。但是啊，你的选择没有错。既然知道是她搞的鬼，我就去帮你说说。你一会说会为你做主的。不过你要是愿意去的话呀，部里的补助肯定是少不了。算下来啊，一个月能有小1000块钱的样子。现在封山能跑山头，正好靠着剑玉神眼看看哪片地域多，到时候好承包。这个差事儿挺好的，我去。赚大发了！这2天在山地上挖了30多块玉，勘探员真是没差。现在封山只有我能进去挖玉，仿佛整个南城都是我的矿场。哟，财神爷来了！杨静，听说你去跑山了，肯定很辛苦吧？
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我可以找人帮你说说，不过你得跪下来求我。吴小慧，要我求你的话，我还真有事儿求你。求我什么？我求你以后啊，别再缠着我了。杨静，谁缠着你了？你最好在山上当一辈子野人。那我提前谢谢你了啊。杨静，你怎么不去死？看你能蹦跶多久！哼，跑上我累死你！哎，贤侄来了。嘿嘿嘿，跑山，我赚死了！嘿嘿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上次你刚走一会儿，我就想起来，让你小子跑山，这不等于孙猴子管蟠桃园吗？我就知道你最近肯定出货，我已经等你好几天了。人叔这话太形象了，我的天哪，真是连吃带拿呀，都是正儿八经的料子。这不是运气好吗？反正全部都在这儿了，你给看看吧。哎，你先等一下，我算一下。行，不急。这些啊，给你算5000。这些啊，4300就差不多了。怎么？你小子之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这料子到底什么价，你是门清啊。我实话也不瞒你，现在货少，需求量大，以后你要在山上挖的话呢，价格还是往高的给，这样成不成？成嘛，反正有货了我再来嘛。好，任叔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路上小心点啊！哎，部长，最近跑山累坏了吧？哎，不累，本职工作嘛。你的事儿啊，我听说了，现在已经安排人去查了，一有结果我就还你清白。哎，现在你要是有什么困难，我只能尽量帮忙。我一个人跑山效率不高，我想叫几个朋友。你有朋友愿意，当然可以啊，多一个人就少一份危险。那谢谢辉叔了。谢啥呀，你这小子？那我就先走了。胡部，你就不怕这小子跑山的时候挖玉？一看你就没有下过基层。挖玉要是那么好啊，都挖玉去了。山那么大，谁知道玉在哪儿啊？有些挖玉人挖了半个多月，挖不出一块玉来。来了。你小子真是奔着进货去的。没办法，今天是最后一次跑山了，往后再想挖玉啊，就得交钱了。说起这个事儿啊，我正好告诉你，说承包竞拍啊，就在3天后，你可得行动起来了。之前的那个提议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太叔都帮我这么多回了，肯定答应啊！一起发财。好，一起致富。来得太晚了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竞标流程。关于现在地段的资料，相信大家手里都有了。各位可自由选择承包地段，以测量地标点为准。当然，位置不同，价格也是不一样的。现在这地啊，分成了1级、2级、3级，对应黄金位置、次要位置和废弃地。下面开始1级山地的竞标，88000，8万8，成交。下一个区域是31号地。老朋友，没想到你也来了嘛！重在参与嘛。不过这块地价格有点高啊，我们要不一起吃掉，联合开发？逍遥，你怎么看？这块地的地理位置确实不错，但是之前出了太多的好货，现在可能所剩无几，还剩下一些碎石头，我觉得不值这个价，可能很难回本。我觉得倒不如一些2级山地。老太，杨进说的对，该出的料都已经出了，那块地翻的次数最多，现在是2级地更有性价比。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，那地方都挖了1000年了还有货，怎么轮到我们就没有了？既然赌就要赌个大的，就算有风险，咱们共同承担嘛，怎么样啊？行吧，一起搞吧。300每亩，成交。哥几个走吧，
杨进啊，后面都是3级山地了，也没啥意思，咱一起走吧。不急，再等等。3级区域38号，我要了，就你了，成交。这可是荒地啊，出货记录极少。杨进，你怎么拍那块地啊？那地出不了货的。没办法，预算有限，只能包得起这儿了。这任叔说你运气一向很好，既然你买了荒山，这我都不知道怎么祝福你。那我祝你早日挖到独山玉。谢谢啊。这300亩山地，你说包就包下来了，这还花了3万块钱，你可别冲动啊！那还有假？大舅，早就跟您打过招呼了，这合同都签完了。大舅，早就跟您打过招呼了，这合同都签完了。你看啊，哎呦，你小子是偷偷发大财了吧？别说是3万块钱了，就是1万块钱，都够咱农村人盖个院子了。是。舅，您就甭管我这个钱是哪儿来的了，反正是合法的。对了，大舅，这2天就打算开工，想在村里啊招10个人，每个人1天的工资啊还是15块钱，到时候您帮我张罗张罗。这没问题，你为村里谋福利，我哪能闲着呢？我一会儿啊就去联系我那帮老伙计去啊。好，靖哥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现在还招人，是不要我们了吗？你们几个想啥呢？跟王博一样，都是小队长。王博呢，身为总队长。你们几个想啥呢？跟王博一样，都是小队长。王博呢，身为总队长。你们几个后面啊，还要继续努力啊！杨家帅小伙，听说你招人，选我特能干，特别能吃苦。行，算你一个。正好我挖矿10几年，专业对口。还有我。好，各位长辈们，你们一会儿去找我大舅做个登记。小姐，我现在身体好了，这活我也要干。长这么大我还没当过官呢，给我弄个官爽爽。瞧你那样，别到时候给孩子丢脸了。哎，小金，我看你这里这么多人，需不需要炊事班？我就当个炊事班的头。行，把我那好姐妹叫上几个，给大家好好做饭，让大家顿顿都吃得香。好，得了吧，你做那饭，别把大家给要倒了。去你的！哎，小侄儿，你说这地方能出矿？别到时候赔了钱，我们到时候不好意思拿你工资啊！是啊，以前我们在这里挖过，翻来覆去啥东西也没有。靖哥选的地儿肯定有货，哥安心你。大家伙别着急嘛，这一铲子还没下呢。杨进办事儿，咱能不放心吗？大家伙放宽心了，这个地方以前没人挖，不代表里边没有料子，有可能是前面的人挖错了地方，或者挖的深度不够呢。是，对不对？是有道理，来，有道理。开工。小静，你这么大块地方，我们就一锄头一锄头挖，这也没有方向啊。哎呀，我来。哎，来。杨进在这画圈干什么？现在搭帐篷也不是时候啊！是啊，搞得莫名其妙的，这不是瞎折腾吗？哎呀，我想起来杨进画这圈啥意思了。大舅，你快说说啥意思啊？杨进第一次下坑挖玉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，别人都在那土里面慢慢跑，就杨进在这溜达着，找到位置用铲子画个圈，一挖一个准儿。挖到啥了？邪乎着呢。杨进呢就在这画圈子的地方挖，第一天就卖了2000多，第二天呢那又卖了2000多，那买车子的钱不都是那个时候赚的吗？这不可能吧？能有这么邪乎？说挖着就挖着？邪乎着呢，说不定我们家杨进就行呢。那不信不行啊！哎，大家伙看到我画的这几个圈了吗？我们就从这几个圈开始挖。你说挖哪就挖哪，谁让你是老板呢？哎，爸，你呀先去那个坑挖到3.5米再停，把土和石头堆一边就行。小胖，大舅啊，你们5个都是老将了，乡亲们就拜托给你们了。放心交给我吧。来，走，干活，走，干活。哎呀，继续挖啊！大家伙快看，咋了，老杨？一惊一乍的。独山白玉，这么大块独山白玉啊！出货了啊！真出货了！这圈看来真管用啊！今天开门红，快找，说不定还有呢。对，再挖仔细点，看有没有漏下的。爸，这个圈再挖个2铲子，如果没出货的话，就换下一个圈。咱们呀，精准把握，不麻烦。快看，这儿有一块青玉！哎呦，大家伙啊，挖仔细点，千万别漏掉了。小金，今天做大烩菜咋样？大家不能没有肉吃啊！妈，你去赶个集，
买个60斤的大五花，加到烩菜里边。买这么多肉啊！哎，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干活呀？是不是？金哥，你快来看看，又出货了！小侄，你说这废地，咱以前咋挖不着东西呢？是啊，你这画圈一画一个准儿，还一窝一窝的出。早知道埋那么深，我当时就往深处挖了。现在说这些都没用，要不是靖哥，哪知道这儿还有东西啊？大家都接着干吧。贤侄，我来看你来了，欢迎欢迎。就是我这个地方简陋了点，我跟太叔过来看看你怎么样，缺什么东西，能帮的一定帮。哎，杨戬，要不你把这山地并给我们吧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干。老太这有机器，速度快，你还能将损失降到最低啊！真是笑死个人！我老公刚雇了几台大机器，今天一上午就挖出来6块料子，赚了1000多块。不像某人没实力就别学人家包底。小金，要不你考虑考虑？还是算了吧。我虽然没机器，但是我成本也低啊。这么说来，你是挖到玉了？我就说你不会这么草率抱着3级山地吧？一定有惊喜。运气好，挖到几块。真挖到了。独山白玉还这么大块。我就猜你不走空，这青色厚还是天地色，分明是块老熟料。像这么大的，可有好几年没见了呀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块废地怎么可能开出老熟料？我老公的2级山地也就开出几块白玉。杨戬，你太厉害了，一上午就能挖出这么好的料子。怪不得你要承包3级山地，原来里边是有猫腻儿啊。我这呀是穷有穷的法子，兜里没钱才想着包一块废地，看看前面这没人开过坑，想着能够捡点漏，没想到还真让我给开出来了。要不这样，我出300块钱一亩，把你的地并给我，再给你1半股份，年底分红，怎么样？老太叔，你为什么要花钱买这块废地？就1块好玉，又不是天天有，这个价钱给高了。哎，你不懂。买的时候100一亩花3万，卖出去300一亩能卖9万，净赚6万，还不算分红。我这废地就算了，运气好才出1块，你要买回去准亏钱，到时候人叔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哎，500块一亩怎么样？不就是1块独山玉吗？说到底还是3级山地，500块钱并购太多了。还是算了吧，这要是让您亏了钱，那就不合适了。那好吧，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挖到好料子记得给我留着，我这里出的肯定都是高价。这个您放心整个南城我最信得过的就是人叔跟太叔。行，2人我们先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小静我们就先走了。走了。2人，下游还有多少3级山地没有包出去啊？好像都没包出去。这就好，明天我就安排人去3级山地看看，剩下能包的给他全包了。这个老家伙，没办法呀，眼红了呗。这个怎么办？坏了，靖哥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料子被人偷了，少了整整2筐，昨天晚上肯定进贼了。他妈的，谁偷我们料子？别让我知道，打折他的腿！偷我们料子等于断我们财路，这肯定不是外人干的，知道我们挖玉的肯定是咱们村的。我看那也不一定。哟，这大白天的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也不出工。差点把你忘了，吴小慧，我怀疑就是你偷的料子。差点把你忘了，吴小慧，我怀疑就是你偷的料子。王博，你啥意思呀？大白天还要告我偷东西？要真是我偷的，你报警抓我去啊！吴小慧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同志，为什么要抓我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我重生回来，你真当我毫无准备？我昨天晚上报警，跟警察说附近有狼，2位警察跟我在这里待了1宿，你们所有的一举一动，我们全看得一清二楚。先等等，我爸是于彦堂，有话好说。你爸涉嫌诬告在职人员，现已被批捕，还有你帮助吴小慧销赃，也得一起走。走。哥，这吴小慧可真是个害人精，给人家父子俩全整进去了。前世之仇终于了结，让我们一起发家致富。好。